各位朋友，這世界上的很多事兒其實就是面子上的事兒。如果人民群众不給面兒了，那扒開這個面子的光鮮的外衣之後，那紅腫之處豔若桃李呀，不堪入目啊！韓紅的所謂的慈善事業就是這麼回事兒。他的一句話走個面兒，惹怒了全國人民，結果呢，不給面兒以後，這個質疑的聲浪越來越大，而有正直的網友是自己去暗访，結果發現呢，韓紅基金會打交道的這些公司幾乎全都是找不着人的皮包公司。結果上海有關方面立案調查了，韓紅終於是藏不住了呀！韓紅基金會終於出面回應救護車採購這回事了，這僅僅是多米諾骨牌倒下的第一章，往後你看着吧，这個韓紅基金會和某些和他做生意的即便是國企也全得玩球蛋。為什麼呢？都讓韓紅基金會給拖下水了。這個事兒，韓紅基金會是這麼說的：關於救護車項目簽約主體的情況說明這個各界的關注是這樣的。關於採購模式，我們是跟上汽大通有限公司合作的。注意啊，上汽大通是一個純國資的企業，我们跟他談了多輪的價格說這個車型後續的商務簽約與開票結算由其授權的統一經銷商辦理。上汽大通國企向基金會出具了對那個皮包公司的授權文件從項目隊接到談判全程是上汽大通派員全程參加，因此我們才與這個經銷商簽約的。這一下就把這個國企給裝進去了。這個國企有沒有利益輸送，有沒有偷稅漏稅，合不合規，經不住查的，我的朋友們。注冊資金10萬元的一個皮包公司幹6000萬的生意，你說這個國企給他授權，憑什麼呀？韓紅基金會這是自身保不住，也得把國企給咬下水。你以為不查嗎？現在牽扯到國企的事情，那必須得一查到底呀！我就給大夥做個定論嘛，全完蛋了。關於價格我們價格比市場還低怎麼回事？關於相關質疑，我們配合有關部門的調查這個有問題，我們全面整改，絕不姑息，絕不回避問題。你等會兒吧，你這是整改的事兒嗎？你這是槍斃的罪過，是抓人的事兒，你還整改？你還有機会整改嗎？還說那個價格比市場低，還比去年漲價了。為什麼漲價了？因為採購的用了奔馳底盤，可是中國的網友一查，那個上汽他根本就沒他娘的奔馳底盤。這個事兒可大了，朋友們這個最後一句話最可笑，說我會從未違規向上汽大通及軍藝公司採購任何醫療器械所有的採購環節杜絕任何形式的腐敗和利益輸送如有任何違法犯罪，你等會兒吧，咱問的是救護車，還沒說你醫療器械的事兒了。你那個醫療器械公司也都是皮包公司，現在說的車，再說了那個救護車裡邊沒有醫療器械，那叫救護車嗎？各位，你看看他的這個聲明，你就知道了，韓紅完蛋了。他們本以為用一紙聲明能夠平息全網的爭議，沒想到這完全是火上澆油，避重就輕越解釋越讓人看不懂。全網質疑的真正的核心從來不是車價高低，而是採購的資質、合作流程的合規性。可是呢，韓紅的聲明全程的偷換概念，拿授權經銷商當擋箭牌敷衍大眾。
誰都知道經銷商只負責賣車，根本沒有救護車改裝、醫療設備配套的資質，這根本不是合理借口，純屬是文字遊戲啊！所謂的未採購醫療器械啊，你說的是人話嗎？沒有醫療設備的救護車，那能叫救命的救護車嗎？你拿着捐贈人的善意玩話術套路，真的是太傷這些閱捐人的心了。最離譜的就是你上汽集团這麼大體量的國企，幾千萬的公益大單，為何偏偏委託注冊資本10萬的皮袍公司來走賬？如今這個公司已經被立案調查了呀！啊，你韓紅基金會把這個大國企給拋出來了，給咬出來了，那不是全完蛋了嗎？上汽大通在上海的授权經銷商不止一家吧？為何偏偏選中了实繳資本10万的皮包公司啊？厂家授权只能證明他有賣車的資格，不能證明他是最合適的賣家吧？公益採購不是点单吧？不能依据厂家讓你簽的，你就把這個遴選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啊！普通人買車還要貨比三家呢，6000萬的善款啊，難道就憑一句話嗎？一纸授權書嗎？啊，遠低於市場價更是一筆糊塗賬。基金會拿市场公開價來比公益採購價，屬於典型的偷換概念。公眾質疑的是縱向對比，2022年江鈴直採價是 15.89 萬，2024年換了供應商，據說是奔馳底盤，是 22.59 萬，單車貴了 6.7 萬。那這個奔馳底盤上汽人家說根本就沒有，也沒有外购，那怎麼回事啊？持續的質疑終於有了回應。今天某慈善基金會發布了關於救護車項目簽約主體的情況說明，核心說了2件事。第一，上海君益汽車是上汽大通的授权經銷商，上汽大通出了授權文件，全程派员參與談判。第二，價格是公允的，遠低於同期市場公開價格。好，回應了就好。儘管回應其實實在來得太晚，但說實話，看完這份說明，我心裡的疑問反而更多了。今天我再提3個問題，純屬個人疑問，不做任何定性。第一個問題，君益到底是先有授權還是後補的授權？基金會說上汽大通出具了授权文件，但我想知道這個授權是君益公司成立以來就有的常規經銷商授權，還是基金會要採購了為了簽約才臨時辦的授權？這是2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君益本來就是上汽大通的正規經銷商，那為什麼他注冊地址是個虛擬托管地址，社保只有2個人，連個正經的展廳和車間都沒有？上汽大通選經銷商的門檻這麼低嗎？這個問題其實上汽大通自己出來說句話，比基金會說10句都管用。是不是可以請上汽大通也發個聲明，確認一下君益是什麼時候成為授權經銷商的，授權範圍是什麼，每年的銷量有多少？君益一共經銷了上汽大通多少救護車？也就是說，除了銷售給基金會以外，君益還向其他客戶銷售過多少救護車？第2個問題，價格公允，那為什麼不公示？基金會說最終成交單價遠低於同期市場公開價格。好，那請你把明細拿出來。2024年、2025年2年間，從君益採購的所有救護車，每一輛的型號、配置、單價、數量、總金額、採購時間，還有捐贈到了哪個鄉鎮衛生院，完完整整公示出來。你們的發起人曾經說過一句話，很多人都記得，哪怕1包方便麵都可以公示，方便麵都能公示。救護車為什麼不能？6000多萬的採購不是小數目。你說價格公允，那就拿出證據來。光說一句遠低於市場價，沒明細沒對比，怎麼證明呢？第3個問題，醫療器械的問題，聲明裡只說了一半。聲明最後提到，從未違規向上汽大通及君益公司採購任何醫療器械。這句話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救護車是救護車，醫療器械是醫療器械，兩者是分開的？那救護車上裝的那些醫療設備，監護儀、除顫儀、呼吸機、急救藥品櫃等等，都不是救護車自帶的。救護車買的是裸車，那車上的醫療設備又是從誰那兒買的？花了多少錢？供應商是誰？這些是不是也該公示一下？而且如果要把這些醫療設備安裝到救護車上，這個安裝工作由誰完成呢？
畢竟大家質疑的不僅僅是車本身，還包括車上那一堆設備的價格，只說車價公允，設備的事閉口不談。這個回應也不完整，最後我想說，基金會願意回應，這本身是進步，但回應的質量決定了能不能真正消除公眾的疑慮。光說我沒問題是不夠的，你得拿出證据來證明沒有問題，尤其是花的是老百姓捐的錢，越透明越有公信力。方便面都能公示，救護車也請公示一下吧。他们发布的最新的通告啊，我认为啊是最后的疯狂了。他们大致的意思啊，就是把他们向军医采购救護車的這個事情推給了上海大通汽車啊，說是上海大通汽車指派這家經銷商跟他們合作的。那第一點啊，我想問一下，你們在跟這個軍醫合作的時候，你們不去考察嗎？這個軍醫駐紮地啊是假的，沒有這個實際經營場所啊，也就是說這個展廳也沒有倉庫啊，一台車都沒有。這樣的公司，即便是這個上海大通推薦給你，你敢跟他合作嗎？第二個啊，我也查了一下，這個上海大通啊，他們自己是可以自產自銷的啊，就是完全沒有必要再去搞一個什麼軍醫這樣的一個空殼公司啊，你完全可以向這個上海這個大通啊去採購啊，你們雙方就是完全可以獨立去交易。那為什麼中間還出現了一個所謂的這個軍醫啊？那現在你把這個等於說，我說實話啊，就是你要我，我要你唄，哎，現在是相互的推卸責任唄，啊，就一紙空文，不但不能讓老百姓相信你，反而更加讓大家看到你們心虛啊，害怕啊，你們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啊。那麼還有一個是關於這個救護車啊。我也看了一下這個上海大通，它一開始是沒有2類3類這個醫療器械的啊，後來他們變更了有啊，但是他們這個上面是沒有改裝救護車以及銷售救護車這個資質。那麼這個軍醫是更沒有了啊，那就不用談了。但你無論說你像上海大通還是軍醫，你採購救護車，這兩家他都不具有這個資質啊，然後又來了一個說什麼從來沒向上海大通、上海軍醫採購過醫療器械。有人質疑你向這兩家公司採購醫療器械嗎？沒有吧？大家質疑的是你向他們採購救護車，他們沒有資質啊。要不是我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明察暗訪、實地調查，然後將這些證據啊交給這個市監局，然後立案了，估計到現在你們連一個字都不會回應啊！你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個事兒越扒越站不住腳啊，朋友們！韓紅最開始的策略是先讓子彈飛一會兒啊，能夠慢慢的平息最好，盡量的不讓所謂的上海那個皮包公司出現。上海立案以後，讓國企上汽集團出來救場，畢竟生意場上的人嘛，對吧？啊，出個授權書也不費事啊。問題是啊，你這個6000萬的大單，即便是中國有這個規定，慈善事業可以不走招標啊，你個人的慈善基金可以不走招標，不是國家的，但是你為什麼不貨比三家呢？啊，上汽大通的授權書你為什麼不亮出來呢？文件的傳遞過程，特別是日期，必須以官方的有效的線下線上可溯源的原文件，才能證實該採購過程相應的日期是不是吻合呀？經過多方的比價，你是指的上汽大通和上海軍醫嗎？還有第三家嗎？上海大通和上海軍醫是什麼關係啊？原始的注冊資料中有沒有關係啊？憑什麼一個國企的大集團把上億的這種採購給一個私人公司啊？憑什麼？所以必須嚴格調查。你
基金會說你沒貓膩，那你必須在這個閱捐人中找那些具有法律和財務知識的代表，一塊兒查詢對上海的採購的財務賬目和銀行賬戶的資金流向歷史記錄，必須得公正。還有最後一個問題，韓紅在這筆大宗交易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為什麼呀？各位，你們認同嗎？點個訂閱，下期再聊。